大家好，还记不记得之前在为什么钥匙转动以后却发不动那一篇里面，我有提到，有的时候可能你在发车，启动马达没有做动，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出现于在汽车上面，因为汽车跟摩托车的电门锁那边差别在于说，汽车多了一段，它会就是转过去，启动马达才会运转的那一段。如果摒除那一段的话，基本上锁头是差不多功能，就是通电，让车身主体的电路全部都导通，然后汽车就只是多了一段点火。它那一段点火就等于是摩托车的启动按钮。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有时候车子骑一骑就会突然熄火，而且你那个熄火的状况，你会发现就好像整台车突然断电一样。但是可能在检查上面，你会发现龙头锁就是车上大电的保险丝没有断，然后电瓶也有电。但是还就是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研究摩托车的锁头。其实汽车也是差不多啦。这个我忘记是什么车的了，应该看得出来吧？最左边往左转，最左边就是锁龙头，摩托车的锁龙头。汽车也会，但是汽车它那种变成说，你方向盘要回到一个角度以后，它才会把方向盘锁定。然后这边就是龙头就打开了，就可以左右转，方向盘都可以左右旋转。然后在这一段，我后面已经打开了。因为这个蛮难撬的，所以我刚刚直接撬开了。这边就3个固定孔。当我们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它是这样子。如果对应的话，我看一下。如果它对应的话，就是这样子。这3点就是对应这边。现在已经是开了哦，因为我现在是往右转到最底，就表示它这个角度就是电门锁导通了，就是可以发车的状态。如果我往回转，有没有？这样子就是熄火了。熄火了以后就变成它这个没有导通。这两个是负责导通启动马达的电。因为你从这边看得出来，这2条电线比较粗，这2条电线比较细。这一片它负责的是车上的一些方向灯啊、喇叭这种电压比较小的电，然后这2个就负责比较像大电。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是烧黑的状况比较严重，所以这2条是大电。这2条大电的话，就可能是启动马达。那为什么我会讲说，有时候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骑一骑会自己熄火？应该可以看得到，这边是像这个它就有磨损的痕迹，都凹下去了。因为我们每次熄火开电久了，这个是铜制的东西，然后磨久了就会往下凹陷，然后这边也都看得出来。它这下面都有装弹簧，我看能不能打开，把它拿出来。可以。像可以看到这边都有弹簧，你看像这个就有点好像弹不太起来的感觉。它这个就是这边有凹槽，就会形成转电门锁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一段一段的感觉，就是因为下面这个造成的。那为什么会可能骑一骑车子会自己熄火？就是因为可能这个弹簧，因为弹簧平时都压着嘛，
都压着，然后每一段的时候，可能弹簧的弹力比较不好了，它没办法弹得比较高，然后再加上可能这个的磨损，就变成说它有点类似接触不良，然后可能骑一骑，它突然松掉了，车子就熄火了。因为它一松掉，就有点像是有人把钥匙关起来一样。但是这个状况也不能说老车会啊。其实像这一颗，你仔细看它的磨损、磨耗这些东西都很轻微，但是还是一样有故障。就是这一个，它会自己卡住，它就有点弹不起来。这边就不会，这边就很好。这样看得出来吗？这边就很正常，但是这边就是会卡住。其实这个是可以自己修啦，问题是它这边多半设计都是有点类似卡榫的东西，你插下去，你要拔很难拔。像你看，像这边就有撬过的痕迹，然后你今天如果有问题自己拔起来，你撬过了以后，它就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盖不紧，盖不紧就变成它的空隙就更大。你空隙更大的话，是不是就有点像这个磨损的更深，然后这个更弹不起来，一样的意思。所以说这个要整理是可以，但是有可能会整理一遍以后，问题会更常发生。像它就是插进去就卡在这边，然后你能够把它打开的唯一方式就是把这个它顶住的地方稍微撬开一点，让它可以拿起来。从侧面应该看得出来。有没有？它有一个类似有个斜角，它就压进去以后，用上面这边顶住它这边。但是有时候你可能撬的不是很好的话，可能撬得太开，或者甚至就变形。像其实这个撬开都有白白的，这个几乎都是变形的。然后再加上它本身就是会有弹力，你可能就算你修好了插上去，如果没问题可能就没问题，但是如果又出问题，就变成常常会发生。只要这个导片它的导电效果不好，或者说接触不良，可能都会造成你启动上的不顺畅。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这个没有太多可以讲的东西。如果你们的车会有这种状况的话，就譬如说骑一骑会自己熄火，那但是你也检查了电瓶，也检查了保险丝，都检查找不出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锁头，电门锁这个锁头出问题。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啊，这个状况很多人应该会碰到，就是你的钥匙会自己掉，或者说你钥匙就算你开电门还是抽得起来。那种状况多半就是因为你可能你的钥匙圈的重量太重，你可能因为很多人可能喜欢家里钥匙啊什么钥匙就全部串成一串，出门就比较方便，就拿了全部钥匙就拿走了。多半这种状况下，你们的锁头可能会比较容易受损，因为锁头里面它那个怎么讲，那个会有一片一片，它就是控制那个钥匙的这个深浅，它才能导致开锁嘛。然后你可能像骑车，你的钥匙圈，你整串钥匙太重的话，它会一直磨久了，它里面那个洞会变大，就挡不住钥匙。这个
可能如果知道钥匙原理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并不是很建议说，车钥匙上面，不管汽车或摩托车，只要你的车子还是使用钥匙在开启的车型，我都不建议说一大串钥匙挂在上面，因为久了，你可能就是锁头会受损，锁芯会受损。那锁芯受损能怎么办？就只能换整个啦。问题是你不只要换这一个，像汽车的话，你还要换车门，还要换后备箱，甚至你可能还要换油箱的那个锁头。因为汽车它的钥匙控制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像摩托车的话，可能现在的车应该都一把钥匙就可以解决了。像这个，像这边，它这边还有多一个功能，这个要么就是油箱盖，要么就是有没有？它会收回去。多半这个要么就是油箱盖，要么就是坐垫锁。所以我是建议，就如果可以的话，钥匙上面尽量不要挂太多，不必要的重量给它，避免你的锁头损坏。一般换一个锁头，这个也1-2千块，大概吧。然后能省就省啊。像如果你车子比较旧型的话，你可能除了换这一颗以外，你的磁石锁、你的钥匙、磁石锁，你还要再重配。因为我没有配过，我不知道这种价格要多少，但是磁石锁应该也是100-200块跑不掉吧。所以电门锁这种东西，大概就是这样子咯。会出现的状况多半都是在这边啦，要不然就是这个里面的那个控制片过度磨损，导致你可能电门锁都开了，钥匙一插就起来，或者说你可能骑一骑，它很容易就自己可能压个坑洞干嘛，它自己就关掉。甚至你可能钥匙一样在这边，但是一样会熄火。要么就是电线出问题，要么就是这个挡片、这个接触片跟这个过度磨损，或者它的弹簧，我刚给各位看的里面这个弹簧，要么就是这个跟这个过度磨损。或者弹簧损坏、老化，变成说它没办法很紧密的去接触它，它的接触方法就这样子嘛，加过电、关闭、过电、关闭，就这样子。这个多半就是老车很会出现这个状况啦。那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可以维修，但是可能会比较麻烦啊，因为像这个铜片，如果它磨到有一条很深的沟，你要焊接也只能用焊锡补，但是焊锡又太软，就会变成说你焊上去没多久它又来了，所以它的解决方式可能真的就只能更换，用更换的方式。好，今天这个锁头很简单的锁头介绍就到这边，谢谢各位，拜拜。